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第20条中的赵丽颖，让人心酸又心疼，难怪张艺谋夸她。刑法第20条，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属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。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张艺谋导演的第20条正在热映，该剧围绕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定，以3个案件叩问人心，阐明法律的权威，是回应人民的期望。1. 剧中赵丽颖饰演的农村哑巴妇女郝秀萍，多次遭受村霸强奸，无力反抗。当丈夫王永强看着郝秀萍身着被撕破的衣服从房间里出来，打手语说不想活了，还被干完事的村霸言语挑衅侮辱时，忍无可忍之下，动手打了村霸。被打的村霸要去车上拿刀，王永强从家里拿出剪刀将他刺了20多刀而死。村霸父亲要求检察院尽快判刑王永强，还找人威吓郝秀萍和他女儿，让他签字承认是自愿跟他儿子发生关系。面对不公与屈辱的郝秀萍，绝望地选择纵身一跳，希望能以此让她老公王永强活着。我爸爸是好人，郝秀萍的哑巴女儿写道。2. 王永强杀害村霸案子的最终审判中，韩明检察官说，孩子的爸爸如果不那么做，那受伤害的就是他。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不被村霸继续欺辱，自己不被伤害，人家都要拿刀来伤害你了，难道你不还击？我们检察官们同情案件的遭遇者，可是我们只是把同情埋藏在心底，不表现在实际的行为上，那我们的同情又有什么用？孩子长大了，他觉得父亲做的是对的，他会问警察，我爸爸是为了自保，那你们为什么要判他坐牢？这样会颠覆孩子的世界观。法律是保护好人的，那为什么又要让好人坐牢？法律应该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，而不是让好人的出手代价更大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将把一个怎样的世界交给孩子？结局是好的，王永强被无罪释放。法没有让步不法。3. 绝望的眼神，无声的呐喊，不甘的情绪，可怜巴巴的破碎感，没有一句台词的赵丽颖，完美的诠释了柔弱、焦急、无助的哑巴妇女郝秀萍，给人一种强有力的冲击，看着让人心酸又心疼。据悉，赵丽颖为演好听障人物郝秀萍，特地找手语老师学习大量手语知识，在剧组经常一句话不说，不管干啥都用手语交流。雷佳音说，让赵丽颖来演郝秀萍，绝对是张艺谋最正确的决定。张艺谋说，他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，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。好的演员就是在不断的突破自我。36岁的赵丽颖为观众贡献了陆贞、薛珊珊、花千骨、盛明兰和幸福、许半夏等众多经典角色，而郝秀萍又是她里程碑式的突破。冲着赵丽颖，也得走进影院去看第20条。第20条，赵丽颖的破防之力。在浩渺的影视海洋中，总有一些作品如璀璨的星辰，照亮我们的视野，引领我们思考。第20条就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它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在2024年的大荧幕上熠熠生辉。而赵丽颖的出色表现，更是为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色彩。第20条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的剧情喜剧电影，
其阵容可谓星光熠熠。雷佳音、马丽、高叶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为影片注入了不少活力。而赵丽颖的特别主演，更是为影片增色不少。她所饰演的角色，如同影片中的一股清流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。影片中，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是韩明雷佳音氏的妻子李茂娟。李茂娟这个角色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情感纠葛。她既是韩明的贤内助，也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在韩明陷入困境时，她不离不弃，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他；而在面对家庭矛盾时，她则展现出了坚强和果断的一面。赵丽颖的表演可以说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她通过细腻入微的表演，将李茂娟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她的演绎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温柔又坚强的女性形象。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庭，支持着丈夫。她的表演让人不禁为之动容，为之破防。而影片所探讨的正当防卫 OR 见义勇为的议题，更是让人深思。在这个议题下，影片通过3个案子的呈现，展现了当下社会中基层黑恶势力、校园霸凌等问题的严峻性。而李茂娟这个角色，正是这些社会问题下的受害者之一。她用自己的方式为正义而战，为家庭而战。她的坚韧和勇敢让人为之敬佩。除了议题深刻外，第20条在喜剧元素的运用上也十分巧妙。影片中的喜剧桥段和插科打诨，不仅为影片增色不少，也让人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，感受到了轻松和愉悦。这种喜剧与现实的结合，让人在观影过程中既能感受到影片的深度，又能享受到观影的乐趣。总的来说，第20条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影片。它用深刻的议题和出色的表演，展现了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。而赵丽颖的出色表现，更是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她的破防之力，让人为之动容，为之敬佩。希望未来还能看到更多这样有深度、有温度的作品，为我们的影视界注入更多的活力。